1999年，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震动了世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与瑞士银行达成了12.5亿美元的赔偿协议。这不仅仅是一笔金钱交易，而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的胜利。这个赔偿协议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故事？它如何改变了全球对正义、历史责任和金融伦理的看法？在20世纪末的一天，世界见证了正义的胜利。一群从死亡阴影中走出的幸存者，他们的坚持和勇气最终改写了历史的进程。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个补偿，更是对未来的一个承诺。然而，这个事件背后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它是如何开始的，又是怎样步步推进，最终影响了整个世界。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事件的起源、过程，以及它对世界各国政策和金融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将通过详细的历史记载、幸存者的亲身经历和专家的分析，重现那段被埋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真相。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深入探讨这一历史事件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二战期间的背景。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欧洲大陆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惧之中。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被纳粹视为低等的群体，不仅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亲人，更被剥夺了他们的财产。这些财产包括金钱、艺术品和其他贵重物品，被纳粹政权系统性的掠夺，并且大量存放于瑞士等中立国的银行内。战争结束后，当幸存者返回废墟中寻找过去的痕迹时，他们发现那些曾经属于他们的财富早已不翼而飞。瑞士银行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面临着一个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挑战。他们该如何处理这些财富？对于那些从未返回的犹太人的财产，又该归谁所有？这个问题并非易于解决。许多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由于战争的创伤和身份证明文件的缺失，难以证明他们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而瑞士银行方面则以客户隐私和银行保密法为由，拒绝透露账户信息。这种僵局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0年代初，一系列的调查和诉讼开始逐步揭开真相。这场斗争不仅仅是金钱的斗争，更是一场正义与道德的较量。幸存者们，他们中许多人已是高龄，开始联合起来，向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发出呼吁，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他们的故事渐渐为世人所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同情。1997年，一项重要的调查报告发布，揭露了瑞士银行在二战期间的行为。报告显示，瑞士银行不仅接受了大量来自纳粹德国的资金，还在战争结束后对幸存者的财产索赔置之不理。这一发现对瑞士银行乃至整个瑞士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声誉危机。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和公众舆论的谴责，瑞士银行开始与幸存者代表进行谈判。经过长达数年的艰难协商，最终在1999年达成了这个历史性的赔偿协议。这不仅是对幸存者和逝者的一种财务补偿，更是对历史正义的一种肯定。然而，这个赔偿协议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和一个行业对过去错误的承认，也为国际法和金融伦理设立了新的标准。从此以后，金融机构在处理有争议的财产时，不得不更加重视道德和法律责任。同时，这也为世界上其他因战争和冲突而失去财产的人群提供了一个争取正义的先例。随着这项历史性赔偿协议的签署，世界对于二战及其余波的处理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一赔偿协议不仅为幸存者及其家族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安慰，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全球对于历史正义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不仅局限于金融领域，而是波及到了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民间团体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估二战及其之后历史的处理方式。这不仅涉及到对战争罪行的追究，更关乎对历史受害者的记忆与尊重。
许多国家加强了对大屠杀教育的投入，将其纳入学校课程，以确保后代能从这段血腥历史中吸取教训。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也激发了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重要讨论。赔偿协议的达成不仅是法律和金融层面上的胜利，更是道德和人权的胜利。它向世界表明，即使在国家和金融机构的庞大力量面前，个人和民间团体通过坚持和斗争，依然能够为正义发声。这种力量的展现，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进一步的，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对全球金融体系道德和透明度的深入探讨。瑞士银行的行为及其后来的转变，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和责任。金融机构不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他们也承担着维护历史正义和道德伦理的重要职责。这一观念的转变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赔偿协议的达成也启示了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它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合作和对话变得日益重要。无论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应对当代的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协作，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寻找解决方案。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特定事件的解决过程，更看到了历史正义实现的可能性。赔偿协议的签署不仅仅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一种回应，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它告诉我们，无论历史多么遥远，正义的追求永远不会过时。这种对于正义的追求不仅体现在金钱的赔偿上，更体现在对历史的记忆、对受害者的尊重，以及对未来的负责上。总之，1999年的这一赔偿协议不仅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带来了某种程度的闭合，也为全球各国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它提醒我们，面对历史，我们不仅需要记住和反思，更需要采取行动，以确保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正如这场斗争所展示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希望和正义的光芒依然存在。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随着我们继续探索这个赔偿协议的深远影响，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正义和道德是如何被定义和实现的？1999年的这一刻，不仅仅是对历史不公的一次纠正，更是对未来道德和正义标准的一次重塑。这个赔偿协议的实现，是在国际社会长期努力和不懈追求下的成果。它表明，即使在面对看似不可逾越的政治和金融障碍时，通过持续的公众关注、国际合作和法律斗争，正义仍有可能得到伸张。这一历史性的胜利，不仅为幸存者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平息，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坚持和勇气是不可或缺的。赔偿协议的签署，也为国际社会处理复杂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它证明了历史不公可以通过现代法律和外交手段得到解决，为解决其他历史纷争提供了可能的模板。这一过程中的国际合作和多边对话，展现了全球治理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的潜力和重要性。此外，这一事件也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融机构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处理客户资产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利益，也要考虑道德责任和历史正义。这种意识的转变，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和法规制定产生了长远影响。金融机构开始更加重视透明度和道德责任，这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补偿，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见证了民间力量的崛起。幸存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通过组织、宣传和法律行动，展现了民间团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们的斗争提醒我们，每一个个体和团体都有能力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影响。他们的故事激励着后来的一代，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不应放弃追求正义和真理。最后，这个赔偿协议的故事也是对历史记忆的一种维护，它不仅仅是一笔赔偿，更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一种永久纪念。通过这样的纪念，我们可以确保历史的教训不会被遗忘，未来的一代可以从中学习，并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世界。总之，1999年的这项赔偿协议不仅结束了一个历史时期，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应，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正义虽可能迟来，但绝不会缺席。在追求正义的路上，每一步虽然艰难，但都是值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将继续激发新一代人对正义、道德和历史责任的思考，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未来。